花莲昨天这个水灾蛮严重，光复乡哈，最新伤亡早上还说是2死，报纸啊，那下午已经变14死，34伤，这边说124人失联，我刚最近的152人失联，这失联的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了哈，但是蛮危险的。水已经淹到2楼了，所以原来只有几十公分，突然一下变成这个2-3公尺哈。那1楼就是3公尺嘛哈。那罹难者大多数住在1楼的长者啊，就跟来不及跑，我也没地方跑，你怎么跑？那水滴淹过来，你怎么跑呢？哦，你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南亚大海啸的时候死多少人啊？哦，那洪水急升3公尺，光复乡民大逃难。那民众哭喊家都没了哈，家都没了，很多人命都没了哈。那另外车站民众2度撤离，本来到车站去，以为车站啊，结果都不行哈。警察就赶快往上跑，往上跑啊，甚至还说不能往下跑啊哈。那这个我们看这个花莲啊，这个丰滨乡啊、凤林镇、万荣乡、光复乡还蛮大的哦，光复乡这个范围蛮大的哈。那这个马太安溪在这个地方哦，然后呢，因为反正各种地震啊，4月的时候地震的，所以那个土石改变了，所以变成一个堰塞湖。啊，那个其实民国90年就已经开始有，比较小规模，后来越来越大啊，就变成一个本来不是个湖啦，但是因为土石下来就变成一个湖嘛，哦，那这个湖的面积有109公顷，满水的时候可以有9100万公吨，那昨天溢流出来大概是6000万公吨啊。我早上问我们中广在花莲的经理了哈，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因为呢，这个本来这个马太安溪经常那个河床就比光复乡还高。所以变成不是光复乡水流到河里面，是河的水流到这个光复乡里面。其实台北市也是一样的。好，台北市你看那个基隆河系，好，基隆河哈，那淡水河，其实河有些地方是比盆地的中间还是高的，一下雨的时候就会淹。所以为什么要堤防？有没有？好高的堤防，好可惜啊，把那个河景都挡住了。台北是一个高堤政策，堤防很高，哦，所以这样的话，你水涨起来不会溢出去。然后，那城市里的水怎么办呢？用抽水机把它抽到河里面去，大概是这样子。那有些地方可能经费啊各方面，所以那个堤防也做的不够坚固啊，也许不够高啊，等等等等哈。然后可能水量越来越大，就会造成这个溢出来。那这个溢流是什么意思？溢流现在看起来并不是溃堤哦，并不是说整个溃掉，是流出来了。所以这个堰塞湖这样下雨下太多，上游有什么集水区都来，它从这边流出来。迟早会溃的，你不要以为不会溃的，哪里能够撑得住？对不对？还好现在还没有溃哦，哦，只是溢哦，所以他们现在不讲说溃堤，讲是溢流，是太多流出来了，这个一定要解决。他们说很难解决，炸掉好像也不行，怎么炸呢？挖也挖不了，哦，到底怎么样？总是应该想办法解决的。我们这么多这个水利工程师、土木工程师哈，那他们从空拍哦说呢这个。马太安溪，因为桥也被中断了，这个桥的这个泥水环绕，只剩下桥墩，桥就不见了，剩下桥墩了，看到没？这桥都冲掉了，哦，所以这为什么这个受伤死伤这么惨重哈？那这个堰塞湖坝体，我就讲这个坝体才是问题大了。你如果这个坝体再崩了就惨了，哦，那因为它再过几个月，它就变成旱季了。旱季的时候，这个水流出来也没关系，但现在刚好不是旱季啊，所以麻烦在这个地方哈。那李鸿源说呢，前2天啊，说内政部长刘世芳，大概李鸿源是专家嘛，李鸿源当过内政部长嘛，所以他们曾经有通个电话，李鸿源就建议2天前建议大规模的疏散，不是没有疏散，如果没有疏散更惨了，已经疏散6-7千人走了哦。但是第一个，每次疏散也很难就全部疏散光了，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抵死不疏散。另外呢，他那个疏散到底疏到哪里去啊？等等，那个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哈。说呢，这个因为呢，如果不是2天以前建议大规模疏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啊。那另外呢，半个光复乡都被淹没了。那他们现在怪乡民说，有2个堤防也有破口，就是不是只有出来河不是有堤防吗？堤防2个破口，这2个堤防说是砂石场，哦，说有砂石场，说这2个缺口。第9河川分署说，哎呀，说我们已经把缺口堵住了。当时呢，我们当时担心堵住了，到底堵住了没有堵住？有一种可能是破堤了嘛，破堤以后水从那边出来；一种是水淹过堤防，如果堤防不够高，2种都有可能了哈。那说呢，因为洪水量超标4倍，水利署长说
所以呢，堤防多处有破损，所以看起来堤防是有破损。那到底是不是他们灾民就是那2个砂石场是谁的？为什么砂石场都没有破坏了这个堤防？我觉得可能都要查了。不过现在当然救灾最重要了哈。我们看一下，冲击桥墩的这样。桥墩哈，对，这是马太安溪桥冲击的。这是什么时间？大概都是在差不多3点左右。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冲断马太安溪桥，内政部长也是这次台风应变中心指挥官刘世芳，看似镇定，其实比谁都紧张。还是要小心点，还有警，你看那个桥墩这样冲上来，请他们赶快离开，好不好？因为堰塞湖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2、3天前就已经开始预测，一定要让民众知道，强降雨区会在东部跟南部。因应华加沙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1次开设时间在921当天上午10点，当时就特别提出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的状况。接着下午2点，把下游的乡镇村庄清楚列出来，明确指出需要疏散区域。同一天的晚上6点，与花莲县政府连线，刘世芳也明确指出，隔天早上要协助下游居民疏散撤离，更划出最严重区域就在光复乡。看得出来，指挥官刘世芳很急，真的很急，需要撤离的比较多，反而是光复乡啦。那我们开马太安溪350毫米的时候，水位就快速的上升，正坝顶不到3公尺。一直到9月23号上午9点，进入了第7次汇报，已经对可能受灾区域发布多次细胞简讯，通知堰塞湖即将溢流。但因为从累积雨量推估，溢流时间也往前拉，推估在早上的8点到11点半。愿意疏散撤离的，有人已经依亲，有人已经到替代役男，在22号进驻整理好的收容中心。第一波洪水在下午的2点半坝顶溢流，短时间内大量水与土石往下游宣泄。洪峰抵达马太安溪桥后，3点半桥梁断裂，市区开始有淹水情况。洪水持续宣泄，堰塞湖周边土石泥沙被冲走变低，因此又出现了第2波洪峰，落在下午的4点半。没多久，洪水夹带泥沙土石大量冲进光复市区，1楼几乎灭顶。我观察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天灾哦，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心痛啊。其实我们也在想啊，有时候也觉得很生气，这个灾民生气是可以理解。这个其实堰塞湖是7月底就发现了，那根据现在媒体披露了，其实它的容水量有9100万公吨，在溢流在之前台风来之前，它就已经8637万吨在里面了啊。也就是说，你这样一除8637除以9100是多少？95%。好，也就是说它的满水位啊，你以一个水库来讲，我9100万公吨，我在台风来之前，它已经95% 都满了，只剩下5% 的空间了。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就要提一个叫做物理那个有一个定律叫做墨菲定律啊。什么叫墨菲定律？就是说，凡是有可能出错的，它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出错。哦，那这次的堰塞湖就是这样，就面对这种天灾，这种堰塞湖已经95% 都满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够太大意，好，不能够太大。而且这次流出来的哦，刚我看到它是6000个奥运泳池啊，哈，不是6000万吨，它其实只是流出来是差不多是1540万吨，也就是说它只流出一部分啊，它里面还有很多啊。好，如果你这样的话，里面大概还有差不多8000，如果溃堤就惨了，溃堤就惨了，里面还有7、8千万吨的水在里面了。所以这一次啊，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说7月底就发现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在这几个月？难道你就赌那台风的雨量不会超过它那5% 吗？一个那么大，等于是一个超级大水库在你花莲的这个上面，好，那超级大水库在那里，它只剩下5% 的容量，而且它那根本不是水库嘛，它那个是沙土那边堵起来的，沙土这个它的这个稳定性是相当不够的，万一地震怎么办？万一不是台风来哦，万一花莲那个常发生地震，地震一摇它一松，那不得了啦，那些堰塞湖全部下来怎么办？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所以这个墨菲定律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可能出错的事，总有一天它会出错。我觉得我们官员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绝对不能带着侥幸的心理来看，你一定要做最坏可能发生的这种事情，然后再去做一个打算。他们说这个储水量跟南化水库一样，你看南化水库，你自己就那个坝会有多么稳固。你看看翡翠水库、石门水库，那个坝做的多么稳固，那个怎么打的那个钢筋混凝土打在里面，这个是土石堆积而成的，自然形成。你看这个多真的对不对？你说这样再不解决，迟早
那个，我觉得那个坝它也不是叫坝了，反正那个堤就那个边一定会倒的了，迟早都会的，很危险的。我们休息了再回来。好，那么昨天水溢出来以后流然后呢，这个桥也断了直接流到他们这个光复乡最精华的市区啊，情况怎么样？我们看一下。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大水淹进市区，男子脚踩不到地板，努力划水游上岸。慢慢走，不要紧张，你不要消耗太多体力。岸上亲友不断大喊，华加沙台风带来豪雨，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溃堤，洪水夹带土石摧毁花莲光复市区，水淹的速度实在太快，居民根本措手不及。监视器也拍下惊悚瞬间，大水冲了过来，居民站不稳，跌进水中，不到几秒后，强劲的水势夹杂家具和木材淹进了街道，狗叫不停。好在最后人平安脱困，狗狗也有救起来。而惊悚场面还有这个，冲上来了，冲上来了，真的很夸张哎！远远就看见乌黑泥水，没有想到短短几秒钟，啊，桥不见了，桥掉了，桥掉了。桥被冲毁，路被水淹，居民站在家中。就是最新状况，已经满到2楼了，我们可能现在要爬到楼顶了。整个光复乡，我呢现在都闻到瓦斯味了。市区另外一个角度，整个街道都是大水，太恐怖了。大水不停，晚上还在淹。现在是晚上11点33分。都还是在水里面，但是水退很多了。受灾户也包括光复乡东富村的居民，大水冲刷，紧急逃生。24号上午回家一看，家具全毁。我们昨天还在那边等然后一下子水就来了，看到大水冲下来1-2分钟就淹掉了，市区很惨啊，都被淹了家不能住人，辛苦种的生姜田也没了，市区住宅区惨兮兮，美丽的家园如今成了灾难现场，何时能修复，遥遥无期。事实上，9100万吨的水，像一个南化水库1万哈，它大概是日月潭大概3/4。那它冲下来泥沙，根据统计大概有66层楼高哈。那这个行政院发言人啊，也是我们的秘书长，他出来讲说，他如果累积的沙石大概2亿立方米，大概需要1428万辆的沙石车才能清淤完毕了哈。也就是说，这个你说是天灾吗？是因为它长期以来，这不是一时半刻累积的堰塞湖。好，那包括我们在2个礼拜前，刘世芳部长他打电话请李鸿源部长来帮忙，他找了很多的团队来这个研究哈。那个地方没办法进去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路，然后重机具也没办法进去。那后来呢，在前阵子呢，人员进去监控，放监控的车是怎么放的呢？坐直升机进去，把人吊下去，把监控的机器放在那边去监控，所以还好有监控，还好有李鸿源带领的这个台大啦等等交大这些团队能够及时那个提早预测。事实上9月23日是昨天议题嘛，昨天的状况那这个早在9月21号其实几度啦，大概9次还10次离保署啦，还有消防署都跟花莲县政府保持很好的联络啦事实上这样的状况虽然我们看起来蛮心痛的但是确实有及早撤离，如果没有撤离的话更惨。大家如果仔细看到那个画面，有军用的卡车被冲走。为什么会有军用卡车在那边？因为在9月22号早上，国军就进驻在那边，第2战区的国军就在那边要协助撤离。那显然是没有完全撤离这个清啦所以很遗憾看到这样的这个悲剧不过我想现在无论是地方或中央，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再去谁跟谁的责任，那都不重要。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说，现在赶快去救灾，然后把人找到，把相关的这个灾损等等要清理干净，然后呢，怎么样从中央的资源、地方资源一起。不要再吵架了，真的，大家只希望说把这个事情赶快解决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撤离这个动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啦事实上，我们在
大家如果还有记得的话，在88风灾那时候。好，在山里面，你看看那个也是触目惊心呐哈。有过一次的教训，大家才会去看到，我觉得很遗憾哈。不过在此我还是真的很谢谢啦哈。我看到其实除了花莲以外啊哈，我们新北啦，其他的县市的消防队的搜救大队，全部都很自动自发要去救了哈。所以我们民进党中央党部在第一个时间，我们也发动了哈，我们也是要进驻到灾区去救援。我想大家就同心一命啦。各县市我看都很积极啊，派人去啊，很快在第一时间。那卓荣泰2次到花莲去视察了哈，他强调全力救灾了。那他说要检讨撤离执行的疏漏了，这一讲好了，跟傅昆萁又彼此又不爽了，到底撤离是谁的责任啊？这个河川是谁的责任？两个吵起来了，后来卓荣泰生气了，就拂袖而去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这样讨论没有意义，要讲话要讲清楚。话要讲清楚的问题，话要讲清楚，我们到立法院去讲。马太安溪的堰塞湖到底是谁的责任？傅昆萁要不到答案，不罢休。不过这一次，行政院长卓荣泰也不忍了。如果现在这里没有发言的话，在这里结束今天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到地方去，我们要特别强调。行政院从头到尾的讲法，人民相信行政院。不满行程被耽误，卓荣泰转身离去，但在地立委傅昆萁强调，早在8月已示警，一流溃堤。8月13号，立法院就已经做成决议，要来处理堰塞湖的问题。很不幸，今天还是发生了，但是我们希望尽快行政院要负起责任来。脸书发文更点名主管单位农业部，指马太安溪的堰塞湖，绝非部长所言，没有立即溃堤危险。南梦凯。我想非常难过了哈，今天看到不管还有152位的民众是失踪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都希望是有奇迹发生，能够赶快找到这些我们灾民朋友。但是先讲，如果说这一个堰塞湖它的这个总水量是9100万公吨，那你说是溢流的状况，那相对来讲，就说那就代表是说到现在山区上面还有差不多蛮多的一个水位，所以说它才有可能因为满出来，所以说才溢流的状况嘛。那现在真的是应该要赶快去监控，说到底它现在还有没有立即的危险，以及接下来如果说再有一次的一个豪大雨的话，会不会还有这样立即的这种的问题？可是。堰塞湖到底是谁的责任？其实从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法令来讲的话，所有的堰塞湖都是经济部水利署应该要去做一个全盘的掌握跟全盘的一个掌控。这是第一，这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权责。第二，在7月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因为7月的这个台风以及相关的一个天灾的时候，就已经有要求是说堰塞湖的状况满水位，那并且在8月那时候讨论所谓的特别条例的时候，就已经有列出我们所谓的附带决议，要求内政部、要求农业部、要求相关的单位来去针对这个堰塞湖来做一个处理。那为什么过去这1-2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理解？好，如果说真的有窒碍难行，真的有人力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方，但你也应该要告诉国人，到底我们现在计划是什么？堰塞湖我们要处理的这个计划有没有你计划？有没有做相关的评估？到底他当时农业部部长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是有回答说没有立即溃堤的危险？那你的评估的依据从哪里来？还是你只是那个时候为了说要争取那个预算，所以说你讲这样的话来去做一个搪塞？那你的评估要经过专家学者啊。因为这不是你说，不是我说，不是任何人说算，而是说你当初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的评估的底气以及评估的真凭实据在哪里，以及有没有预计相关的预算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解决。其实政府部门很简单啊，我说实在话，今天天灾绝对是因为这个是一个100年难得遇到的一个强台，它的这个风力甚至打到今天打到那个。广州还是香港的时候，我们看到广州、香港的那个影片更是触目惊心啊！可是现在是100多位失踪，并且10多位的国人就已经罹难了。那我们当然要了解是说，那到底过去的这段时间，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有没有真真正正可以避免的人祸发生？其实这一点真的才是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要来厘清的。而刚刚看到。行政院长卓荣泰当然第一时间已经到花莲，可是你如果说一直在讲的，你不是在调动所有的这个机械赶快来抢救、赶快来救灾，而是还在厘清所谓的撤离计划。
那你不就是还是想要操作？我说实在，你就是还是想要操作中央跟地方的一个矛盾，以及某种程度上互相推卸责任。最不应该也最不需要的，就在这个时候还来做这种责任推卸的事情。好吧，因为这个农业部长陈俊记在立法院曾经说呢，他没有这个立即溃体的危险啊，他这样讲了啊。他说呢，院长、各位委员，有关马泰安堰塞湖，我们农业部一定努力处理。其实这个堰塞湖呢，来源已久，大概在民国90几年就开始形成。由于坝底有1.7公里长，经评估，我们认为没有立即溃堤的危险。但是呢，为了下游居民，我们愿意努力去做等等大概是讲了这些了哈。那副副会长就是说，他8月13号当时要求中央解决堰塞湖的问题了哈。他是说呢，农业部是有密集商议，但是还是缓不济急，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了啊。那林楚英就骂傅昆萁说：“你只想卸责了。”现在大家都要推责任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就说：“啊，你陈俊基部长说没有立即的危险，那现在这么多条人命到底在谁身上？是在你身上吗？”然后呢，这个行政院的发言人吧，张敦涵就说：“现在是被这个断章取义你们乱讲啊。”那傅昆萁就说呢。说我们是22，这个县长徐正务是22号晚上就回到花莲了所以网军不要再造谣，因为之前有说这个徐正伟现在都不在他说其实在之前就已经回来了，他本来到韩国到日本，但是一看到这个台风就回来了那另外呢，这个吴思瑶说徐正义在灾变的时候不在国内，罗志祥说这就是造谣是人选馒头了，他明明在，你那说不在要把责任推给他了来，这个翁委。其实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事情是从今年的7月，因为发生了这个维帕台风那时候它的整个的就是它的这个损害的这个面积就是越来越大，所以那个时候在8月13号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审那个丹纳斯台风预算，然后这个党团政党协商，那时候就做成了附带的决议。当时的附带的决议里面，其实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求行政院要督导公共工程委员会、农业部、经济部、花莲县政府等等来共同提这个改善的工程方案。那时候的陈俊记他的意思是说是还没有立即溃堤的危险，而且呢，他们的评估是说，如果说依照一般的雨量，大概到10月份才有可能会有溢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这个行政院相关的这个部会，他们基本上就在赌，看我们到10月是不是进入到了比较没有雨的这个季节了之后，它的雨量就会没有那么多，然后它也不可能会发生溢流。可是大家知道，其实这段时间呢，这个整个的台湾的这个气候变迁的气候异常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常常就会集中性的这个大豪雨，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堰塞湖这个马鞍溪的这个堰塞湖的溢流，我觉得已经也不只是溢流了，因为如果说按照溢流的速度来讲，它可能70分钟、80分钟之后才会慢慢的进入到市区，可是这个大概是50分钟之后，啪一下整个的水就整个的淹进了光复乡，所以我也不太相信说是此次溢流，这个一定也是有溃堤，只是说可能区域面积还不是那么大。那么总之，我觉得这个我给委员一个建议，对不起。那个我刚才看了资料它是30分钟内，它那个水位都有监测嘛，所以它那个堰塞湖的水位30分钟内从1127到1141，就是1141掉到1127，30分钟内，所以这个到底是溢流还是漏，还是溃堤？是它的那个泥沙已经崩掉了，你才会在30分钟内，你的水位从1141因为它那个海拔1141到1127 14公尺，所以差不多1600万吨的那个换算出来的水在30分钟内倾泻而下，所以到底是因为出来的都是水泥嘛，都是黑泥水，都是黑泥水、土坝、黑泥沙，所以到底是溢流还溃堤？我觉得这个用词要追究清楚。对，这个部分一定要去查清楚啦。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查清楚，而且呢，我认为说，其实行政院真的也不要去再去卸责，整个的。这光复乡的这个溪马泰安溪上游、中游、下游都是你行政院的相关的部会主管
对不对？有林业局，然后呢，下游是经济部的河川局，然后上游、中游一个是林业署，还有就是水保局哦，这些都是你们主管的。然后不要说啊，这些又跟花莲县是花莲县责任。我觉得现在比较庆幸的是说，当时其实有紧急疏离，紧急的撤离啊，能够让大多数的5、6千位的民众已经从光复乡那边，然后就是撤离开来。他们当时的几个撤离的重点嘛，什么垂直的避难啊，然后还有就是撤离到这亲友家啦，等等的。那么，但是确实有些地方是没有注意到，因为有蛮多的老人家可能行动不便，或者是有生病的人，他无法移动。那这时候是不是政府应该要出面来帮忙协助他们离开这个危险的场所？那但是呢，现在这个的确不是一个在互相互相争执的这个时刻，那么我认为说，其实中央你还是应该要拿出魄力的，好好的把这些事情解决。毕竟你要靠一个地方的政府要去做这样子的灾后复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你看，现在行政院还东扣西扣，把大家应该发给大家的一般性补助款，然后也没有。钱也没有给地方，财政收支的这个统筹分配款，那也是一样东扣西扣，所以地方政府怎么可能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一个灾后复原？然后甚至对于这个相关工程的改善，所以行政院一定要负起责任。因为我一直对这个溢流，早上我就很怀疑了哈。假如是这个水库哈，溢流说这里面满了多的流出来嘛，那有没有这个无关呢？没有这个水也那个河道也会造成这个结果，一定是。水流加上这里面的水流出来，才造成这么大的威力嘛。如果这里面原来的水没有流出来，只是因为多下的雨下到这里面，从这里面流出来，那跟没有这个什么堰塞湖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所以这中间显然那个用词是有问题的。就是现在都不要推责任哦，谁有责任，反正再追究，但是目前救灾最重要了。好，目前救灾最重要。休息一下再回来。